team 6803, currently enrolling in SAS Pussy. In the team, I am an electrical technician. 接下来我将用中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FRC 中用到的电机，但是我的中文不太好，因为我从小从美国长大，请大家见谅。下面我就开始讲今天的课程。FRC 使用的电机有个要求，就是每年必须使用规则手册上允许的电机。在规则手册里专门列出了能够使用的电机以及数量，比如2017年限制 CIM motor 只能用6个，其他型号的电机不限。而现在2018年的手册规定，所有电机数量都不限制，也是说你可以以很多电机在机器人上，电机也不能改动后装在机器人上。当然，电机支架和电机接线不限制，只要接线长度适合即可。而在机器人上，电机只能用允许的控制器去控制，除了几个小功率的电机可以用一个控制最多2个电机外，其他电机都是只能一个控制器控制一个电机。同样，电机是否可以采用之前几年机器人上用过的电机？答案是可以的，只要是规则允许的电机，即使之前用过的电机也是可以使用的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FRC 允许的一些电机，在这个表格列出了一部分的电机，这是 VEX Pro 给出的一些电机型号和相关参数。这些电机里面 CIM motor 和 Mini CIM 相对大一些，其他电机尺寸和重量都相对小了一些。CIM 和 Mini CIM motor 一般都是用来做底盘设计、抬升机构或升降机构设置用的，这种就是属于低速大扭矩的电机。我们可以看到 CIM 的转速5000多转，功率能达到300多瓦，输出转距也很大，有2.4牛米左右。这种电机非常适合做底盘驱动电机， FRC 标准底盘就是采用这种电机。如果你想要选择底盘电机的话，首选 CIM 电机。来看一下 Mini CIM motor，看名字就知道比 CIM motor 小1号。看参数，除了转速和 CIM 差不多，其他都比 CIM 小。这款电机尺寸比 CIM motor 小一些，重量比 CIM 轻一点。这款低速直流马达也是非常好用的，可以用在底盘上，也可以用在提升或者抬升机构。我们的机器人重量比较轻时，推荐大家使用这款电机。Mini CIM 输出功率200多瓦，输出转距1.4牛米左右，在12伏电机中算比较大的转距电机。3个 CIM 的输出转距和2个 CIM 差不多大，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可以用 Mini CIM 代替 CIM。比如限制 CIM 数量的时候，那么就可以用 Mini CIM 替代。这个 Bag Motor 样式上和 CIM Motor 很像，但实际上尺寸要小很多，比 Mini CIM 还小，和775系列的电机尺寸差不多。它是高转速到低扭矩电机，这种电机最高转速13000多转，只要是输出转距很小，不适合用作底盘或者提升结构设计使用。但是 intake 或者射球结构上需要这种高转速电机，而 CIM 和 Mini CIM 不适合在 intake 或者射球机构上的原因，就是因为重量和尺寸。intake 就是需要轻才能更容易实现各种动作，放个 CIM motor 在上面，
都快和整个 intake 框架一样重了。这样的机器人设计时就得不偿失了。上面讲的3个电机看样子都很像，和后面列的几种有差别，是因为这3种都是密封型的红外散热电机。电机通过外壳质量散热，这种电机在实际使用时也有好处。我们通常拼机器人都是把底盘拼好，再装上面的其他结构。在拼装的过程中，会有很多铝屑、粉尘及螺丝等落在底盘上。这种密封式的电机不用担心金属屑进入电机而损坏电机，所以实际用时非常方便。像775这类电机就是风冷电机，电机本体上有缺口，拼装过程中金属屑有可能落入电机中。在用这类风冷式电机时，注意要做好保护措施，比如用泡沫或者胶带把缺口部分包裹住，等待拼装完成后再拆开使用。775 Pro 这种风冷电机有点小瑕疵，而且低转速时散热效果不是很好，会发热。实际使用时最好能在全速左右运转775 Pro 电机，但它的性能非常好。我们看它的参数，最高能达到18000多转，功率也有300多瓦。转距小一些，但仔细对比一下这个电机和 CIM 电机，我们可以发现775 Pro 的功率和 CIM 差不多，转速是 CIM 的3倍，转距是1/3左右。这样比起来，如果775 Pro 的电机输出轴加个3:1左右的减速箱，就完全可以和 CIM motor 媲美了。而且775 Pro 电机重量比 CIM 轻，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强队采用了775 Pro 作为底盘设计，只需要减速箱单独设计，不用标准减速箱就可以完全实现底盘的控制。同样，775 Pro 合适做提升结构、升降机结构、intake 摆臂结构以及射球等结构的设置。这样看来，775 Pro 几乎可以用所有 FRC 的机械结构设置上了。因此，现在775 Pro 用的越来越多了。775 Pro 本体上是不带电线的，需要将电线焊接到电机末端。电线的长度可以根据需要的长度直接连接速度控制器上。另外，775 Pro 接电线这端的电机输出轴是突出的。AndyMark 上有一种 Red Line 的编码器，可以直接连接这个电机末端，可以装好编码器再焊接电线，也是非常方便的。AndyMark 的9015和 Nivres 的电机现在已经用的非常少了，基本上被 Backmotor 和775代替了。估计只有一些老牌队伍在用这个电机了。建议大家也别去选择这种电机，还是选大家都在用的电机，这样比赛时需要借用配件，也容易从其他队伍那里接到常用的马达。所以这里就不多讲了。还有种 RS775 电机，它和775 Pro 不一样。我们要知道775是个很重大的系列电机，所以不同的775是有差别的。这里看到2个 RS775 就是不一样，一个是 AndyMark 的 RS775，一个是 Bayvault 的 RS775。大家要注意，这2个都是 RS775，但实际电机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2个电机编号都一样，看着也很像，但我们选择的时候要注意它们的不同点。它们的转速不一样，一个5800转，
一个13000转左右，输出功率差别也很大，一个只有43瓦，一个有200多瓦，输出扭矩也不一样，看起来就像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种电机，但它们的型号很接近。大家在 AndyMark 上购买的 RS775都是 RS77525，它是可以直接连接 PG27 减速箱的。实际上 Mainbots 公司的 RS775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，所以大家要选择这个电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千万不要用错了。AndyMark 上有一种电机叫 Gear Motor， 比如 PG188、PG27、PG71 Gear Motor， 这种电机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。电机本身是775电机，减速箱已经配好了，而且整体尺寸还不大，这样在有些控制限制的地方可以直接用这种电机，而且还有自带编码器，不需要我们再努力考虑编码器怎么来安装，装在什么位置了。AndyMark 上还有一种电机是 Snowblower Motor， 俗称鸡腿电机，也叫雨刷器电机。这个电机有个特点，就是低转速、低扭矩，转速只有100转。不要看它转速和扭矩都不大，但它自带涡轮涡杆减速箱。这种减速箱有自锁的功能，一般电机带普通的齿轮减速箱是没有自锁功能的，并且它的输出扭矩很小。但是你们拿到这个电机可以发现，转动输出轴是转不动的，这是自锁。当然，你不要用工具去硬搬，太大的力量会损坏减速箱。里面的涡轮涡杆不是金属材质的，等到你搬动了，这电机也不能用了，因为减速箱坏了。这个电机非常轻，尺寸也不大，一般用于 intake 模组翻转、摆臂翻转等低负载机构上。不过，这一个电机输出轴是椭圆形的轴，需要配合专门法兰盘连接到一起使用。买这个电机的时候，最好一起买上法兰盘，这样便于安装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自己做连接轴的结构。电机就讲这么多了，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大家指正。如果需要，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和我联系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6803的 Justin 蔡小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突然发现我从来没说过中文名字，咔嚓咔嚓，或者你就反正镜头是这样扔过去的，你不要从那里扔呀，你是走人了。而且这咋不叫了？学历白当个愤青，就算孙尚香的科技能够让我动心，也阻止不了。现场意见，别看长沙不是爱好，只是我的执念。动物结合还是要我重复一遍，可以说我，但别嘲讽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最爱玩棋的朋友都在等我新的。